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我是蓝奕峰。欢迎收看启蒙论坛蓝鼠歇盖史蓝鼠书讲世界的故事第12集。在上一集，我们讲到亚述帝国从退守本土重新出发，发展到最后，不仅横扫了地中海东岸，更征服了文明荟萃的巴比伦。但是亚述帝国却很快遭到颠覆，在创下征服伟业的信赖神子三世过世后，传位给儿子有志高五世，不久旋即遭到篡位。篡位的新君主为了统治的正当性，一方面假称自己是信赖神子三世的儿子，另一方面却选择用过去阿卡德帝国建国的国王萨尔贡为自己的称号，所以改朝换代的意思相当明显。与亚述原本的王室断绝之后的世袭改称为萨尔贡朝。因此各路诸侯与将军们当然不服，大举反抗。萨尔贡在与忠于亚述旧王室的势力交手期间，先前信赖神子三世所征服的地区纷纷趁机脱离亚述帝国的控制。萨尔贡平定内战后，又得重新征服一次周边各地，包括以色列南北分裂的北国以色列王国。巴比伦也是一度独立脱离亚述，但又遭重新征服。萨尔贡位于西北方的强敌是土耳其中部的米达斯王，他不断煽动亚述西北各国叛乱，但一遭萨尔贡大军扫平。最后亚述铁蹄直逼国境，吓得米达斯王只能臣服，成为亚述的藩属。米达斯王在希腊罗马文学作品中有不少传奇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故事就是金手指，这是出自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故事是这样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导师酒手希勒努斯因为酒醉走失，被乡民发现后将他带往王庭。米达斯王善待他，招待了酒手10天10夜，直到了第11天才带着酒手去找酒神。酒神十分感谢，于是给予米达斯王一个愿望。米达斯王许愿，希望手碰到的东西都能变成黄金。酒神很爽快的马上让他愿望成真。愿望成真后，米达斯王非常高兴，他手一碰橡树就变成黄金树，再碰石头，石头也变黄金，随手又把花园的每朵花都变成黄金。米达斯王很高兴的要仆人设宴庆祝，这才发现一碰食物也都变成黄金。1852年，美国小说家内森尼尔霍桑的《男女孩童话》这本书就引用了这个故事。他的版本中，米达斯王的女儿因为花园里的玫瑰变黄金前来抱怨，米达斯王安慰女儿，但手一碰自己的女儿，结果女儿也变成了一座黄金雕像。这时候米达斯王痛哭流涕，向酒神祈求取消金手指的能力。酒神要他在牛津萨德城的溪流中洗手，米达斯王照做，才洗去了法力，而已经变成黄金的一切，包括女儿，全都恢复原状，而溪中从此满是沙金。米达斯王还有另一个有名的故事，故事说，在金手指事件后，米达斯王就对财富失去了兴趣，转而追随半人半羊神潘神。有一天，潘神与太阳神阿波罗比赛谁的音乐好听，结果阿波罗胜出，但是米达斯王却坚称潘神的音乐才是最棒的。好了，这下子激怒了阿波罗，大骂米达斯王一定是有一对驴耳朵，才听不出音乐好坏，于是把米达斯王原本的耳朵变成了驴耳朵。平常米达斯王就只能戴头巾来遮住驴耳朵，但是当需要理发时，总会给理发师看到。虽然他一再要求理发师为他保密，但理发师最后实在忍不住，还是想说出来。他不得已就挖了个洞，对着洞大喊：“米达斯王有驴耳朵！”结果不久之后，洞中长出的草都迎风低语着：“米达斯王有驴耳朵。”驴耳朵的故事其实是来自青铜器时代，那是古小亚细亚的王室象征，通常在头两侧画有驴头耳朵状的图案。但古希腊人不了解异国风俗，因而产生了这故事。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出，米达斯王在上古时代的富有与影响力之大，但处在萨尔贡如此强敌面前，也得臣服。此时的萨尔贡再也没有敌手，可是他却无法习惯和平的生活，忍不住又要亲征边疆平定叛乱，但不幸最后遭逢意外大败身亡，甚至还无法取回遗体安葬。
在亚述的信仰中，如果无法取回遗体安葬，会将永世成为恶鬼飘荡。这通常只有遭神明降罪者才会得到如此严苛的惩罚。这对继位的萨尔贡之子月代昆仲造成很大的精神创伤。月代昆仲相当敬爱萨尔贡，从未违背父亲的指示，然而萨尔贡则未曾带他上过战场。在突然听到父亲战死还无法安葬，他大惊之下，其毕生都在尽量远离与埋没父亲萨尔贡的影响。月代昆仲即位后，第一个建设是明神神殿，祈求不要重蹈萨尔贡命运。接着放弃萨尔贡所建立的首都萨尔贡堡，迁都尼尼微，并四处消除萨尔贡的象征，尽可能不提起萨尔贡，使得萨尔贡几乎遭到遗忘。萨尔贡之死还影响了人类最早的史诗故事，写入其中的最终篇章。当萨尔贡死讯传来时，描述苏美文明乌鲁克城邦英雄王事迹的基加美修史诗的第12卷，当时正在刻意，内容受到萨尔贡死讯影响，因而加入了叙述其悲惨的死后世界。月代昆仲就是在圣经中有故事记录的亚述王。萨尔贡的战死也使得周边原本已臣服的各国又开始蠢蠢欲动。巴比伦暴动推翻亚述统治，地中海东岸许多其他城邦也在埃及与巴比伦煽动下造反，其中就包括从古以色列南北分裂而出的南国犹大王国也停止纳贡反叛。月代昆仲先出兵西北边疆，帮父亲报仇后，接着大军压境，兵临巴比伦，巴比伦人不战而降，之后继续领军西征地中海东岸。当月代昆仲兵临耶路撒冷时，圣经故事称耶和华派遣破坏天使于耶路撒冷大门前歼灭了18.5万的亚述大军。希腊历史作家希罗多德则记载当时战场上冒出大量老鼠吃掉了箭与弓弦，使亚述大军溃逃，暗示可能是发生鼠疫。最后虽然没能打下耶路撒冷，但亚述摧毁了犹大王国多个要塞与村镇，犹大王国还是只能再度称臣，甚至还被迫割地赔款。此时巴比伦却再度发生起义叛乱，并引进外来势力，起来位于今日伊朗西南部的埃兰王国出兵介入。经过10几年征战后，月代昆仲才好不容易重新平定巴比伦。亚述对巴比伦原本是以共主联邦统治，也就是亚述王兼任巴比伦王。萨尔贡时期改为只自称总督，月代昆仲又改回自称国王。但巴比伦还是叛乱，也曾尝试立巴比伦人为傀儡王，但结果还是叛乱。之后改立王储神赐名为巴比伦王，可是巴比伦还是又叛乱，王储最后甚至被俘遇害。月代昆仲曾经认为得罪巴比伦神明是父亲萨尔贡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但在亲自多次征讨巴比伦叛乱，而且怎样统治都无效之后，决定彻底摧毁巴比伦的信仰与文化认同，执行诸多压迫措施，使得仇恨深植于巴比伦人的心中。只是月代昆仲最终还是免不了死于非命的下场。王储神赐名遇害后，他立天后氏为王储，之后可能受生母影响，换储改立神赐昆仲，但是天后氏仍有许多诸侯支持，不断要求恢复天后氏的王储身份。最终天后氏竟联合弟弟文昌护王发动政变弑父，震惊上古世界，圣经也记载了此事。神赐昆仲当时被派往西方省份，闻讯召集大军与叛乱的兄弟决战，士兵大举倒戈支持神赐昆仲，就将一路无阻回到尼尼微城登基。发生了兄弟叛乱弑父，让神赐昆仲大受打击，造成他之后毕生疑神疑鬼，随时担心有人要谋害他。对于巴比伦，他则改用怀柔统治，资助巴比伦重建，希望能收买人心。神赐昆仲并攻占埃及，使亚述控制下的领土达到了最大疆域。有鉴于父亲换储，导致发生家庭悲剧，他也遇上长子王储过世，担心旧事重演，对于继承特别安排，次子日利明母亲为巴比伦人，立为巴比伦王储；三子神创嗣母亲为亚述人，立为亚述王储，立人一国。神创嗣常音译为亚述巴尼拔，他认为让亚述王国
达到霸权的顶峰。但是就如同信赖神子三世达到亚述旧王室的顶峰之后，旧王室却遭篡夺，神创4创下亚述的顶点，却也是亚述灭亡的开端。强大的亚述究竟是如何毁灭？欲知后事，敬请期待下一集喽。